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汤的做法，食材家家户户都有，简单易上手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节山药，先把山药皮削掉，会过敏的朋友建议戴上手套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借助一根筷子固定住山药，这样操作就简单多了。皮削好之后，再把山药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会更容易蒸熟。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，白色能够补肺经，可以润燥去燥。山药是养生的好食材之一，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。山药切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，再将它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上15分钟。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个红薯，先把红薯皮削掉，再将红薯清洗干净，对半切开，可以再从中间再切上一刀，这样切出来的块就会相对小一些，会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块老姜，切成薄片，老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，而且效果也会相对比较好。然后再切成细丝，切好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把红枣，往里边加入面粉，将红枣搓洗干净。因为红枣本身糖分很高，所以其实红枣夹缝中的灰尘、细菌、虫卵还是挺多的，普通的水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加入面粉，利用面粉的吸附效果，清洗起来就比较轻松了。换水将它多清洗2遍，将面粉冲洗干净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了。现在把红枣控水捞出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口干净的砂锅，将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，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开大火煮开，然后再转中火煮上10分钟。现在山药已经熟了，用筷子能够轻松抽烂的程度就很好。直接取出来倒入大碗中，然后用自己趁手的工具将它压成山药泥，压成这样光滑细腻的山药泥就行了。下面再往里边少量多次的加入300克的糯米粉，将它搅拌成絮状，可以稍微搅拌的干一些。现在下手揉，用山药和面。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感觉面有点干，有点硬，千万不要以为水少了或者是面多了，不用管，揉着揉着就会好一些，就像视频中这样，越揉越软，揉成一个像这样软硬度适中的面团，然后取一小块面，放在手心搓圆，揉成自己喜欢大小的丸子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就像这样，一次做好，先装入盘中。
现在来看看锅里边，红薯已经煮熟了。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红糖，考虑到姜比较辣口，可以稍微多加一点点，将红糖搅拌至化开。下入山药小丸子，用勺子轻轻地推动一下，防止丸子粘连在一起。开中火慢慢煮开，不要用大火煮，否则丸子容易被煮裂，那样口感就不好了。过程中如果有浮沫的话，记得要撇开。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锅里的丸子就会慢慢的漂浮起来了。现在小火再煮2分钟，把丸子煮熟煮透就可以关火了。这样一锅养生汤就煮好了。很多女性朋友每个月都会有几天不舒服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经常煮一些能够取暖的汤来喝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道养颜汤就是山药丸子汤。山药和红枣的作用就不用多说了，大家都再了解不过了。再加上一些红枣、红糖，真的是好吃又好喝。山药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材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 C， 对于增强免疫力、提供能量和促进消化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山药具有养胃、健脾、益肺止咳、滋补气血的功效，对于女性的美容养颜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山药丸子汤中的山药可以帮助改善皮肤质量，使肌肤更加细嫩光滑。这里边的食材都是经过煮熟的食材，容易消化吸收，对于胃肠功能弱的人或者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来说，是一种良好的选择，非常的美味可口，大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